你知道哪个国家的冷兵器实力最强吗？既不是古埃及的连状剑，也不是马来群岛的马来剑，他们甚至都挤不上前列排名，第一的地位至今无可撼动。现在就带大家了解一下10把不同国家的冷兵器。第10，尼泊尔弯刀。尼泊尔弯刀又称狗腿刀，刀身前宽后窄，头重脚轻。这种设计使得尼泊尔弯刀在使用时更容易将力量集中在刀刃的前部，因此它既能拥有匕首快捷的同时，也拥有斧子般的厚重。其次，在刀身和刀柄的连接处还有一个微型凹槽，实战中微型凹槽可以用来导流鲜血，以免玷污刀柄。当然，这把刀还是尼泊尔的国刀，是世界上公认最符合力学原理的反曲刀。第9，马来剑。马来剑又称马来克力士剑，这是一种以刺为主的肉搏短兵器，其独特的弯曲手柄设计使它能够在一瞬间造成强大的伤害。然而这把兵器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，如果对方在开阔地带使用了较长的兵器，如长剑或长矛，马来剑的效果可能就有所欠缺。总的来说，马来剑更适合于秘密袭击和刺杀行动，而不是传统的阵地战斗，因此将它排在第9的位置。第8，古埃及连状剑。这把剑是古埃及18王朝的开国兵器，同时也是皎月女神征战巨神峰时使用的贴身武器。这种武器剑身有一个特别的弯钩设计，此设计使得连状剑既拥有剑的精准攻击能力，又具备战斧的强大攻击力。当然，连状剑还能巧妙地勾住对手的武器，从而有效地控制敌人的行动。若不幸被此剑刺穿，所承受的疼痛会让人生不如死，残忍至极。第7，武士刀。日本武士刀最初是由中国唐刀演变而成，这种刀有一定的弧度，且方便携带，刀身轻盈流畅，刀刃锋利无比，招式讲究简单实用，灵活多变，很适合当时体型矮小的小八嘎。武士刀在实战中动如破风，形同鬼魅，让人难以防备。不过此刀与霸气华丽的唐刀相比还真不够格，但能够流传至今，也算是一种兵中神器了。第6，苗刀。苗刀是一种双手持用的长刀，因其刀身修长类似禾苗，故此得名。这种刀一直都是皇家御林军持有，因此又称御林军刀。刀刃锋利，威力极大，并且既能当枪使，又能当刀用，既可单手握把，又可双手执柄，这样便于发挥腰背整体力量，使其威力达到极致，所以非一般兵器可抵挡。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，一寸短一寸险。第5，哥萨克骑兵刀。此刀是沙俄骑兵在战场上所使用的长刀，有鹰之利爪的美称。此刀由金刚打制而成，刀身长约90厘米，后背宽刃，像树叶状的刀尖，看上去十分优美且不失凶悍，杀伤力也极强大，砍杀敌人犹如劈柴一般。哥萨克骑兵手握战刀，身骑战马，冲锋陷阵，大肆拼杀。可以说在俄国，哥萨克骑兵是最猛的军队，他们是当之无愧的顿河流域雄鹰。第4，缅刀。此刀乃驰名世界的缅铁，经过千锤百炼，取其铁筋打造而成，其特点是软薄轻且没有刀鞘，可随身藏在衣下，甚至缠在腰间，真正做到了百炼钢化，坐牢指柔。此刀可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妖刀，一般使刀者无论是刀尖、刀刃、刀背，又或者是刀柄，都可伤人，杀伤性可谓是极其强大，所以将它排在第4，毋庸置疑。第3，唐刀。中国唐刀无论是技术上还是在艺术上，均达到了极高的成就，可以说是我国刀剑史上的巅峰。在唐朝的多次对外战争中，唐刀所向挡者披靡，许多兵刃和他一碰即折，至此造成了一段唐刀无敌的神话。当然，唐刀的锻造手段也堪称一绝，它采用的是非常著名的包钢法，这点使得刀的硬度和韧性都有所提升。唐刀最大的特点就是耐用和破甲，唐军之所以能在对内对外战争中取得胜利，可以说唐刀功不可没。第2，陌刀。对于喜爱冷兵器的人来说，陌刀的鼎鼎大名一定曾经听说过，一刀下去人马俱碎，如墙而尽，实力可见一斑。据说此刀长1丈，重15斤，刀刃不仅锋利无比，杀伤力还非常强大，堪称10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最初陌刀是为了对付突厥二生，所以也叫斩马刀，是一把以步制骑的高阶神器。不过陌刀锻造工艺极为复杂，因此在军中仅有少数精兵得以配备。第1，越王勾践剑，又被誉为天下第一剑，由铸剑大师欧冶子精心打造，是中国古代冶铸工艺的杰作，也是中华民族非凡智慧和勇气的象征。它不仅仅是一件文物，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精神象征。越王勾践剑虽历经千年，却没有任何锈迹，剑身依旧光洁如新，花纹清晰可见，剑锋闪烁着寒光，锐利异常，剑格镶嵌着蓝色琉璃和绿松石，为整剑增添了一份神秘和华丽。越王勾践剑的出土可以说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。